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呢要为大家来试驾的是 CRF300L 跟 Raleigh。CRF300 呢，它有分 L 跟 Raleigh 的两种版本。那在 Raleigh 跟 L 的版本的差别，第二是在 Raleigh 它这边有前面的这个风镜，那车头灯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然后Raleigh 的话，它一边这里是远光灯，它一边这里是近光灯这样。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基本上前面这两个方向灯，它平常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像定位灯一样，它都是很亮的，不管是 Raleigh 跟 L 的版本都是一样。然后在 Raleigh 的版本，它有多这个护光的部分啊，这是 L 的版本没有。它在 Raleigh 的版本，它有多这个前整流罩的这个造型啊，它也是 L 这个版本也是没有这样子一个造型。我觉得 Raleigh 它可能本身设计上就是可以在比 L 版本可以多适应不同的一个路况。所以它多了像是这样子一个整流罩这个造型跟风镜，能够是让 Raleigh 的版本它是比较可以适合说，不管是一般你要去林道的攻略啊，或者是说你要上高速，我觉得 Raleigh 的版本再多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它更全面的去应付说更多的一种不同的地形跟路况。Raleigh 的版本它的这里油箱的造型设计也是跟 L 的版本是不一样。那 Raleigh 这个比较像是我们现在的街车这边会用的一种就是钥匙盖啊 ，L 版本它是一个要拨开来的一个设计一样。这车子呢，它在这里的功能，这个上面这里是可以显示里程 AAA、B， 然后还有这边比较特别是它有一个显示单圈的一个计时，然后下面的话是油耗的显示，平均油耗、瞬间油耗这样。然后旁边是油表，然后它还有档位显示器可以显示，然后这边是有时间，它中间就是时速表、转速表这样。然后比较特别是，它可以把后轮的 ABS 给关闭，因为在这前后轮都有配备 ABS， 但是后轮的部分它可以去独立的去关闭 ABS。Raleigh 跟 L 都有设计一个同样的这个工具箱，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它里面有一些简单的简易的工具，然后在脚踏的这个地方，Raleigh 也是多了一个橡胶块，这是 L 版本没有。那你在骑乘的时候踩在这个脚踏上面有橡胶的其实踩起来是比较舒适，没有错。然后前叉的部分，它都是用43mm 的导叉。那在 L 跟 Raleigh 的差别是，在 Raleigh 的版本，它的前叉其实是有比 L 还要稍微要硬一点，因为 Raleigh 的车重是有比较重。前轮的部分它是用21寸的，后轮是18寸的。轮宽的部分前轮是80，然后后轮是100。然后前碟的部分它是 Raleigh 是用前浮动碟，然后 L 的话是一般的固定碟。它盘径的部分还是比较大一点。然后在它的这个卡钳的部分同样都是用Nissin的卡钳，但是在总磅的部分，前总磅就是一般侧推式的总磅这样。那后悬吊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单枪的后避震啊，然后但是这部分Raleigh 跟 L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后刹车卡钳都是用Nissin的，那后面的碟盘的话就是一样直径，它后面的总磅也是用Nissin。排气管造型两者是一样的一个造型。这里是它的水箱冷却器的位置。那你要看水箱的翼位的高度，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它是喇叭。在坐垫的造型的部分，在 Raleigh 的宽度是有比 L 的版本的面积还要再宽一点。那你实际在骑乘的时候，也是觉得Raleigh 也是比较舒服。Raleigh 的坐高是885mm， 它比L 的版本多了5mm，L 版本是884mm。那我觉得应该可能跟它坐垫的造型设计是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它才多了那5mm，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厚度上有多了一些。
但实际上这个是有帮助Rally 在乘坐上面的舒适度是有帮助不少。然后在胎压的部分啊，前后胎压它是单人乘坐的时候都是建议前后150 kPa， 那这大约就是21、22PSI 这样。那这胎压其实比我们一般常用的一般街车或者是仿赛这种胎压，至少都可能差不多30几啊，30几左右这个的 PSI 的胎压其实差蛮多。那可能大家听到说这个坐高885或880 mm 的坐高是蛮惊人的，想说这个怎么跨上去？因为像那么高的 R1 的仿赛，它要855 mm 左右吧，你要坐上去，你就已经觉得脚已经快没有办法去两脚很好的一个着地。但实际上呢，因为它的前后悬吊的行程啊都蛮长的。那比如说像这台车子它的前后悬吊呢是行程大概都有260 mm 的行程，那所以它行程很长，所以说你人在坐上去的时候，你的行程其实就会被压缩蛮多。所以它虽然说有885 mm， 可是你坐上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以我身高180来说的话，我坐上去我的双脚几乎都还是可以着地的。CRF 的前后悬吊呢，它比上一代的都还要来的行程长。那以前悬吊来说呢，它比上一代它还多了10 mm 左右，然后来到了现在是260 mm。那后悬吊上一代是只有240 mm 吧，然后所以它现在后悬吊比上一代还多了20 mm。那值得一提的是说，它离地高度啊，最低的离地高度，它比上一代大约是多了将近3公分吧。那现在来到了285 mm 的最高的最低的这个离地高度。在油箱容积的部分 ，Rally 的油箱容积是 12.8 liter， 那 L 版本只有 7.8 liter， 然后两者差了大概5 liter 而已。那所以 Rally 它在长途在巡航的行程呢，我觉得它实用性是会比 L 更好。不过基本上这台车子也相当省油啊，它1公升可以行驶30公里以上。那所以以 L 的版本，它的续航力呢，应该是能够到达差不多200多公里以上，应该也是没有问题。那这一代呢，它的车架的整体的刚性，它其实比上一代还要来得弱。但是实际上它会变弱的原因，第一个是说，因为上一代的车子是有部分的车主曾经有反映过，它的车架骑起来太硬，所以在这一代他们有听进去，就是说把车架减弱一点，因为这种车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说车架的刚性越硬越好，因为这台车子它要去适应不同的地形啊，所以你的车架有更多的缓冲，那这样的话弹性好一点，对于这种不同的地形的骑乘呢，这种车架要软一点，效果可能会更好。那整体来说，这一代车架的重量大概减轻了4公斤，那这也是轻量，这也是车体的刚性减轻之后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效果。前后齿比的部分，两台车子前后齿比就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差别。那这台车子它是采用水冷式轻层单缸的，然后电子喷射的引擎，然后最大马力是26匹，在8000转的时候产生，最大扭力是 2.6 公斤米，在6500转的时候产生。它其实基本上它引擎的特性，我觉得它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低转扭力的动力这样子。然后那相较于它的对手，像 WR 的话，它的W250 它的最大扭力跟最大马力的转速都比较高，像 WR 它可能最大马力要10000转，然后所以这台车子它在比较低转的时候就有相当不错的一个动力输出。那实际在骑乘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它在低转扭力的这部分的一个特性。这台车子我觉得还蛮令人庆幸的是，它的最大马力跟扭力呢没有被阉割太多，它和国外的版本几乎是一样。那我现在来骑的是 CRF 300L 的版本。我刚刚骑上 CRF 的感觉是说，第一个它的离合器的结合点，我觉得是相当偏外侧的地方，这是跟之前骑的车子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别。这可能是我觉得它这可能设计师也是因为在越野的时候，它可能会常需要遇到低速，那低速的时候就遇到半离合的一个情况。那在半离合的时候，他特地把这个离合器的结合点做在比较外侧，能够让它有比较宽的那个离合器结合的一个空间，这样你在做低速半离合的时候会比较不容易那么容易熄火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一个用意。
然后它乘坐的姿势跟以往的车子坐起来的感觉也是蛮不太一样的。那它的屁股感觉就是有点窄窄的，因为可能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越野车的这个设计，它在坐垫的地方是比较狭长。那你在坐在屁股的时候的支撑点，我觉得跟以前骑街车啊，然后或者是骑仿赛那个姿势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前轮的这个刹车的这个制动啊，真的不是很好，因为这种类型的车子，它的前轮的这个刹车的制动啊，是本来就没有办法做到太好了。因为一方面它的前轮的胎宽还有它的轮径的这个部分跟一般的车子就不太一样，加上它又是巧克力胎的配置，所以这个骑起来的感觉，刹车的制动力就完全不一样。然后而且它前轮的悬吊非常的软，好像在坐船一样。你稍微刹一下，你就会觉得整个车子就前后的在摇晃的晃动啊，这个跟之前骑的车子就是完全的不同啊。在吹油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的低转的扭力是非常丰沛的，几乎是你在吹的时候，你就会已经觉得说那个动力扭力其实已经是相当的充足啊。骑这种车子当然要稍微要试一下它的越野性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走的？哦，这里，哦，会滑会滑。像骑这种路啊，真的就是要一路搬离合器，所以它的离合器的结合点做比较后面的话，完全是合理的。还有什么样的路可以来稍微试一下呢？看骑这种车，会让人忍不住一直想要做一些傻事啊。这边好像有路，看这种路过得去吗？你看，很容易就过了耶。我现在不能够用以前骑机车的逻辑了。哦，帅车！这什么车啊？我看太好玩的啦！
后轮在滑，后轮在滑 ，spin 了 spin 了，后轮在滑，好啊，熄火了，哇，好，好滑啊！可以在沙滩这样骑，好爽哎！哇！是蛮想要去冲一下海的，可是今天游客还蛮多的，还是不要好了。会跟人家借的车子，然后站到海不太好。它好像在一定的速度的话会比较稳定，它如果越慢下来的话，就会越不稳。很累，会累。我觉得它这一根东西啊，其实是会有一点挡到我的画面呢。像我这样子一般坐着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遮到我要看那个转速表。现在换骑 CRF 300 Rally 的话，它的前仪表的配置的位置跟L 的版本不太一样，它的仪表位置是比较高一点。然后原本呢，在 L 这边我刚刚讲说，这条线啊，它会挡住这个仪表的这个问题，因为它这里仪表这边架高了就没有了。然后在风镜，它多了风镜啊，所以你会感觉到，就是说在前面的进挡风的这个地方呢，会比较舒适一点。所以我觉得300 Rally 的话，它感觉就是比较全方面一点啦。像我们以往骑街车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你在骑高架的时候，然后长时间骑，你会觉得说会有点不太，应该会有点辛苦啦，因为你在高架的时候，风力会一直吹你的身体嘛，然后你会觉得会比较不舒服一点。那你现在多了这个风镜的话，那你不只说在一般道路的骑乘，然后你在高架的时候也都会非常的舒适。那虽然说这个风镜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其实效果都还是一定是有的，因为你会不会一直觉得有风那么强烈的风压会一直去压在你的安全帽上面。那离合器结合点的位置呢，基本上 Rally 跟 L 试起来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属于说它的半离合的行程都是比较长一段的，它的离合器结合点都是比较晚。那像我们刚刚在试 L 的时候去试那些比较偏林道啊，或者是海滩的那个路，你就会发现说你在一档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直半离合，所以半离合的结合点的行程很长的这个设计，其实是对于这种车是非常的重要。包括你离合器半离合的结合点太短的话，
你一下子离合器结合之后，然后你的很容易就会熄火的一个情况。然后前刹的制动是有比 L 的稍微好一点。那基本上他们这两台车子呢，它在卡钳的部分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它在说Rally 的部分，它的前碟盘它是用浮动碟。那你看到它的碟盘上面有那个浮动扣的这部分设计啊。然后但是呢，在 L 的部分，它只是用一般固定的碟盘这样，而且在碟盘的盘径的部分 ，Rally 的碟盘也是比较大，也是比较大的，好像说290几吧。然后我记得好像 L 的版本好像只有250几的碟盘的盘径而已。然后在坐高的部分啊，然后 Rally 的坐高是比 L 的版本稍微高5 mm，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5 mm 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啦。那差别在说坐垫的部分，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Rally 的坐垫的宽度，你坐起来屁股的支撑性是比较舒适的，所以我觉得 Rally 在设计上面也是比较好。然后再是这里，它油箱这边可能多了两边的这个整流罩啊，所以你在大腿这边在靠的是比较有东西可以靠。然后我觉得也是会比较容易让你去固定一下你的身体的姿势这样。那 L 版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不过 L 版本是可以去加装了。那这两台车子在脚踏的地方，Rally 的部分它多了一个橡胶垫，它 L 的版本就没有橡胶垫。那多了橡胶垫的话，当然你在踩的时候，其实踩踏的这个舒适性，我觉得是要比较好，没有错。然后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差别。那基本上 L 这边如果要装这个橡胶的脚踏垫，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那主要重点还是说，这两台车子它在脚踏的这个位置，就是你自己骑乘的脚踏的这个位置的高度、高低的位置，还有前后的这个位置啊，跟我觉得骑街车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骑街车的时候，可能我的座位会坐稍微后面一点点，然后这时候你会觉得脚踏的位置比较前面，因为这台车子跟以前因为它的这个坐垫的前后的这个长度的距离是蛮长的，所以你可以前后坐的这个姿势的变化性是比较大的。那所以你坐后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在骑哈雷的那种姿势的感觉。然后你坐前面一点的时候，你又回到了那个骑街车的那个姿势的感觉，还蛮好玩的。这台车子它是使用单缸的引擎啊，所以说你在拉高转的时候的震动感就不用我讲了，非常的震啊。我也因为这样呢，它的低转的扭力的输出其实是可以比较好的。好啦，那这两台车子呢，试驾到现在总结来说呢，我觉得但说这辆车子它其实价格上面是有存在一定的价差，差了几万块钱。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看你自己个人的汽车一个需求啦。像 L 版本它没有风镜或者整流罩这些配备啊，然后但是呢，它的重量又比 Rally 的版本少了10公斤。那这对于说你可能在骑林道的时候，你常常会倒车嘛，那可能重量上你减轻了少了这12公斤。那因为Rally 的版本它的重量有到153公斤，那 L 版本只有141公斤。那所以你常倒车之后，你又把车子又抬起来，又倒车又抬起来，那你可能1次2次觉得还好，可是你当你一整天的林道倒了好几次，然后你可能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这12公斤的差别是有差别的这样。另外此外呢，就是你在油箱的部分 Rally 又是比较大，那在对于说你可能有比较长距离的骑乘需求人啊，可能大油箱这部分会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重点。那毕竟多这5公斤呢，你的续航力可能可以整整多了将近150公里的续航力。那这对某些人的骑乘的需求来说，这是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块。那油箱这部分又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做修改的，所以这辆车子的你到底要选哪一台呢？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对于说你买这台车子的使用目的啦。那我觉得如果是日常的使用的话，我会比较建议说你是买 Rally 版本，因为你在日常使用你可能会去走高架道路，
那如果你买这台车子呢，天生就是为了要去跑林道，那我觉得你买 L 的版本其实就蛮足够了。好，那今天的试驾分享呢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频道呢，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小铃铛。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